姜卫国，你快点吧，我的活还等着你干呢。行，弟弟，哥帮你干。卫国太老实了，总被他弟弟欺负。江西战，你能不能别偷懒了？两个人的活你全让你哥给你干了，就你话多，碍着你啥事儿？没事儿，他也干了不少了，你就让他歇着吧。卫国哥，你怎么还替他说话？你一个人干这么多活不辛苦吗？不辛苦，不辛苦。哼，装模作样，瞅你那点出息，就知道出力打工。江启战，有这样疼你的哥哥，你就偷着乐吧。弟弟，弟弟，完了，出事了！哎呦我的腿！哎呦我的腿！这么严重，这腿恐怕是保不住了。老婆子，这是我从镇上割的肉，咱中午包饺子。卫国啊，你说你这腿脚不方便，还去镇上，快歇歇。今天是高考放榜的日子，江峰呢？你这个儿子呀，可是一点也不急，去帮你打猪草去了。我去剁饺子馅。爸妈，我回来了。儿子回来了。爸妈，今天什么日子啊？怎么突然想起来包肉饺子了？儿子啊，今天可有天大的好事儿！好事儿，峰儿，今天可是你高考放榜的日子。儿子，快坐下歇会儿。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庆祝。再说，就算考上了，这学费还没着落呢。儿子，咱先包饺子，学费的事儿，你爸让你不用操心。你二叔跟我说了，当初工地的官司有结果了，我这条腿的赔偿款马上就下来。听说这赔偿款少说得有4、5万呢，给你当学费够了。可是爸，这钱是给你治腿的，我不能要。哎呀，爸已经老了，这腿治不治无所谓，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能有出息，我这条腿算什么？喜讯，特大喜讯！咱们白沙村今年一共考上了3名大学生，而且还出了个全国状元，可喜可贺！村长，念晴、林成，你们考上大学了！来，这是你们的录取通知书。太好了，念晴，我们的学校都在郑城，以后咱俩可以一起上大学了。村长，有没有江峰的？江峰有，我们正要找他，他可是全国的高考状元。江卫国他们一家这次算是出息了。我就知道江峰哥一定行。凌晨，咱们快去给江峰哥报喜吧。大家一起去报喜，走喽！江卫国在家吗？老二，哟，老二怎么来了？快坐。唉，你们这10几年真是一点都没变啊，还是过着这种苦日子。老二，你这次来是不是赔偿款下来了？是啊，下来了，真是雪中送炭啊，刚好给你大侄子当学费。太好了，老二，这赔偿款啊，你哥可是等了整整18年啊！就那一点钱，激动什么？至于吗？5000块的赔偿款，1分不差。5000啊？就这么多？老二，是不是哪里搞错了啊？这赔偿款怎么会只有5000呢？当时不是说要赔5万呢，怎么少这么多？二叔，我爸可是失去了一条腿，如今的标准少说得有5万块，怎么可能只有5000？大哥，你就知足吧，这5000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才帮你们争取到的。怎么，你们是怀疑我贪了你们钱？不，我们怎么能怀疑你？你如今都是一个大厂的老板了，肯定不会在意这点小钱。只是我们原本打算拿这笔钱给小峰上大学用的，现在一看差得太远了。哟，上大学啊？那确实，听说这上大学4年下来，少说就得要7、8万块，确实这5000还差得远哈。那你们现在还差多少？这么多年总不能一点没存吧？我们没存什么钱，现在只有不到3000。3000，你们真是不会过日子。不过大哥，你们也别太担心啊。我听说这白沙村每年能考上大学的屈指可数，而且哪一个不是让孩子高价上补习班的，又是买各种资料的。而你们家江峰这些年来
恐怕连买学习资料的钱都没有吧？说实话啊，你们家江峰想考上大学，基本没可能。这样的话，也不用操心学费的问题了嘛。一家子穷鬼，什么都没有还想上大学，做梦！谁说家里穷就考不上大学了？要是我考上了呢？你要是考上了，二叔我今天就从你们家爬着出去。江峰哥，江峰哥考上了！江峰哥，江峰哥考上了！你考上了！姜卫国，恭喜你啊！江峰哥，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你考上第一科技大学了！是真的吗？太好了！凤儿，你有出息了！哼，你家江峰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更是我们白沙村100来年第一个全国高考状元啊！是我们白沙村的骄傲，苍天有眼啊！列祖列宗保佑，我姜卫国的儿子没有给姜家丢脸，我们对得起姜家先祖的栽培。哼，姜厂长，你也是来给你大哥贺喜的吧？对，姜厂长，你儿子姜凌晨这次也考上了大学，同喜同喜啊！谢谢村长。你怎么连个穷小子都比不过？我白瞎好吃好喝，供着你了。好了，各位，我宣布，3天后举行花车游行，庆祝我们白沙村出状元。谢谢村长。那我们就先走了，你们也准备一下。怎么样，二叔？我考上了，你是不是该履行承诺了？我好歹也算是咱们白沙村有头有脸的人物，让我从你们家爬出去，你休想！老二，算了，江峰还是孩子，你别跟他一般计较。如今咱们2家孩子都考上大学了，是好事儿，别伤了和气。好事儿？你们家江峰就算考上了又怎么样？你们有钱上吗？怕是连第1年的学费都不够吧？老二，要不你帮下忙，再去求黄老板多给点，这赔偿金也太少了。黄老板是你想见就见的，赔偿款就5000，多的我也没办法。这500块，就算是我给江峰考上大学的一点心意吧。如今厂子生意不景气，我也只能帮这么多了，其他的你们自己想办法吧。不走还干啥呢？这穷家破屋有什么好待的？走。爸妈，没事儿，这学费我自己也能挣，大不了到时候我多打几份工。好孩子，你放心，爸妈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念琴，婶子给你下饺子，一会儿一起吃。好的，婶子。江峰哥，这853块钱是我攒下来的零花钱，虽然不多，但也是我的一片心意。我不能要。哎呀，你就拿着。念晴，谢谢你这么多年都一直对我这么好。没事，客气啥？我妈说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玉坠，送给你。这算是定情信物吗？定情信物？行，那我就收下了。江峰，你放心，我永远相信你。江峰，敢抢走我的念情，你给我等着！这么多年一直是老二帮我要赔偿款，不能再麻烦他了，我得亲自去找黄老板一趟。老头子，你一个人去要赔偿款，行吗？放心，这本来就是黄老板欠我的，凤儿的学费现在还没着落，这钱无论如何我都要讨回来。要不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江峰一会儿回来，你还得给他做饭呢，你们就在家等我的好消息。有人吗？你是黄老板？您忘了，我是18年前在你手下干活，然后受伤的那个呀。哦，我想起来了，你叫姜卫国，你弟弟叫姜其战，你10来年前在我的工地砸断过腿。你今天来干什么？黄老板，这是我们家里的一些土鸡蛋，专门给您带的。哟，这么好心。不过你今儿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是这样的，我今天来找黄老板，是想跟您商量一下赔偿款的事情。赔偿款？这有什么好商量的？不早就结完了吗？是这样的，黄老板，我们觉得那个赔偿款是不是太少了一点？我说这是做什么呢？
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啊！怎么，赔偿金被你们花完了，现在又想找我来敲一笔是吗？不，黄老板，我不是这个意思。当年我在你手下也算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最后甚至还失去了一条腿。但您赔给我的这点钱，属实是有点看不起人了。没想到，如今还有你这样贪得无厌的人。都18年前的事情了，还纠缠不休。我跟你这种人无话可说，拿上你的臭鸡蛋，赶紧滚！不是，黄老板，您听我解释，我是实在没办法了。从没见过你们这样的。我告诉你们，法院判我赔多少钱，我就赔多少钱。想要多的没门儿，赶紧滚！黄老板，真不是我故意找事儿。要不是我孩子马上就要上大学了，急需这笔钱，我也不会如此唐突。我等了整整18年啊！您赔给我的那5000实在是太少了，连孩子学费的零头都不够，所以才过来求求您帮帮我家孩子。18年5000，你们的赔偿款我不是18年前就给你们了吗？而且还是整整5万块钱。5万？老二，你这次叫我们过来是想商量修族谱的事情吧？这还用商量吗？你们家肯定得排在首位啊！不仅白手起家，带领咱们整个江家一下成为整个白沙村的首富，现在更是连儿子都考上了名牌大学，这完全就是我们江家光宗耀祖的典型啊！各位盛赞了，我江其战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哪少得了在座各位的帮衬？这重修族谱事关重大，所以今日才邀请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说起来，江卫国他们家的江峰最近不是考上大学了吗？而且还是状元，这事儿要是写进家谱里了，分量也不低呀。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要是上不了，一样是白费力气。各位，我先前说过，这次重修族谱有个条件，每家每户需要贡献3万才能获得资格。现在我决定了，你们每家的族金我都包了，但是江卫国他们一家除外。你们如果同意了，我给你家再多加5万。什么？真的吗？不愧是咱们江家的领头人，江老板大气。老二说的对，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这样的穷鬼啊，哪能跟我们的江老板相提并论？江其战，你还我钱，还我儿子学费！江卫国，你怎么来了？江其战，你骗我骗得好惨啊！骗你？我骗你什么了？你还好意思问我？江其战，我问你，当初我在工地的赔偿款到底是5000还是5万？江卫国，你到底想干嘛？我要你还钱！黄老板亲口告诉我，18年前工伤赔的5万块全被你拿走了，而你却骗了我整整18年。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这笔钱讨回来。哎呀，这件事晚点再说行不行？今天这么多人呢，不行！为了我们家江峰，今天我也豁出去了。这笔钱无论如何我都要拿回来。哈哈哈，我还以为多少钱呢？江卫国，为了区5万块钱，你就如此大张旗鼓的兴师问罪，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就是，这些年老二不仅带着我们一起做生意，还主持为我们江家重修族谱、翻修大院，做了多少好事儿？能缺你那5万块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我看你啊，就是看我们发了大财妒忌的吧？不，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年他办工厂，说不定花的就是我的钱。他们说的对，江卫国，我能缺你那5万块钱？我只不过是帮你存着而已，你怎么能这么诬陷我？不，我没诬陷，明明做错的就是你，是你先骗了我。大哥，我知道江峰最近上大学你着急，但你也不能当众侮辱我江其战的人品吧？我江其战还不至于为了区5万块钱做出这样丧天天良的事儿。你别太自私了。我自私？你摸着你的良心问问当初是谁救了你？好了，又拿这件事来要挟我，不就是5万块钱吗？我给你。怎么嫌少啊？咱们亲兄弟明算账，你放在我这里多少，我就还给你多少，咱们两不相欠。两不相欠，18年前的5万不止这个数，况且这也根本不够我们家江峰上大学。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你自己穷也要赖在别人身上吗？你无耻！赶快拖着你的瘸子腿走吧！谁稀罕你当初救我？有你这个窝囊废哥哥，我嫌丢人！
狼心狗肺的东西！妈的，敢打我，找死！废物就是废物，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爸，爸，你没事吧？儿子，都怪爸，是爸拖累了你呀！可恶，江其战，你们敢打我爸？什么叫我们打他？明明就是他先动的手，怎么我还不能还手了？江其战，你今天要给我们一个交代。交代？你们要什么交代？还狡辩！你干的那些龌龊事儿，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大哥？他当初可是为了救你才失去的这只腿，你不仅不感激，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真是，果然一家子都是一个德行。别以为当初救了我就能怎么样，那是姜卫国自愿的，我又没求着他救我，而且现在这钱我也已经给他了，你少道德绑架。当初要是有这笔钱，你哥的腿就能治好，他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家凤儿如今也不会交不起学费，你还说这跟你没关系？你们没钱上学，那是你们当父母的窝囊，不要什么都赖别人。就是，那5万块给你又能怎么样？你们家当真就能摆脱穷命了？这些年老二为我们江家做了多少事儿，大家有目共睹。不是我说你们，你们家江峰考上大学有什么大不了的？当个喜事儿乐呵乐呵就行了。你们还真打算送他去上啊？这大学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去的。反正今天这笔账非得算清楚不可。为什么要骗我爸？为什么要拿走我爸的治病钱？我懒得理你，和你吵架我嫌丢人。捡起地上的钱，带着你的瘸子爹赶紧滚！算了，凤儿，你上学要紧。这就对了嘛，人嘛，该服软就得服软。对了，大哥，刚刚一致决定将你姜卫国的名字踢出姜家族谱。我告知你一下，老二，你以为出个状元就比我强了？笑话！太欺负人了！你必须给我爸一个说法。小兔崽子，你给我松开！我不松，除非你把事情给说清楚。敢和我爸动手，江峰，找死！可恶，竟敢对我儿子动手！来人，给我狠狠的教训他们！打，一起打！今天非得给你们群垃圾一点颜色看看！别打了，别打了，放开我儿子！你们别打了，别打了！啊！你们简直欺人太甚！疯了！快拦住他！我今天给你们拼了！你这个废物，愣着干什么？该死！你为什么你抢走我的念情？为什么你能当状元？去死吧！不要！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我不是故意的，儿子，快去医院！犯罪嫌疑人江峰因涉嫌故意伤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即日起运送至云顶监狱看守改造，望嫌疑人积极配合，早日从善。儿子啊，我的儿子！你是什么人？要干什么？我是那孩子的母亲，求求你们，让我再见孩子一面。妈，行了，让他下来吧。妈，儿子对不起你。好儿子，几天不见都瘦了。来，这是妈刚做出来的饺子，热乎的，快趁热吃。我爸呢？弟弟啊，求求你们原谅我们家江峰，他不能去坐牢啊！他要是去坐牢，这辈子就毁了呀！我求求你们帮他一把吧！你爸他说是他害得你坐牢的，他在你二叔家门前跪了3天3夜，说是求不到原谅就没脸来见你，直到现在还依旧跪在那里不肯。爸，是儿子不孝，辜负您的期望。傻孩子，这不怪你，
都怪爸妈没本事，才把事情弄到如今这种地步。我们赶时间啊，尽快。好，来，凤儿，这都是你喜欢的猪肉大葱馅的，快趁热，快吃啊！儿子，慢点吃，以后在里面想吃饺子了，就给妈说，妈来给你送。记住，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有爸妈给你顶着。妈，你告诉我吧，儿子不孝，没能如爸妈所愿出人头地，希望你们好好照顾身体，等儿子出狱后归来，再孝敬二老。好了，时间到，带走。爸妈，爸妈，等我回来。念情，江峰，你去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等你回来，你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念情，你也照顾好自己，你一定要等我回来。我等着你。恭迎会长！恭迎会长！大都商会会长兼华夏对外包贸合作总裁江峰，以5年牢狱之期为限，报效祖国，曾以一己之力带领夏国多次突破国际经济封锁，拯救国家命脉于水火。如今5年之期已到，国主特赠封王令，号令大夏四方阁，以表大人护国之功，并即日起解除所有权限限制，恢复大人自由之身。好了，都退下吧。跟你说过我不喜欢热闹，以后不要搞这么大阵仗。属下遵命。我回家的申请通过了吗？报告会长，高部长已经同意您的申请，您即日便可启程回家。好，老师他没来吗？高部长说，您如今贵为整个夏国外贸合作总裁，更是全球最大的大都商会会长，手中掌握太多外国企业的生死大权。此番回家定会有众多危险大人虎视眈眈，所以正联合夏国安全部门密切监视，故没能赶来。老师费心了，你记得替我向老师表达谢意。会长大人，我不用跟着您一起回去吗？不用，5年没见父母，不想太惹人注意，人多怕出岔子。商会这边我不在的时候，就由你带我主持，有什么事我会联系你。是。爸妈，当初你们为了我受尽羞辱，如今孩子终于有出息了，还有念情，你们等着我。备车，一切从简，10分钟后我要回家。是，我这就安排。这车会不会太普通，而且只有1个小陈？可以，我不想引人注目。再说小陈跟我5年，也是一顶一点高手。大小姐，我们调查到那个人的消息了。什么？他现在在哪儿？那位江先生如今似乎是准备回家乡，在夏国一个叫白沙村的地方。很好，这个人不仅在那场舞会上席卷整个西方数万亿的产业，更是连我们柴斯米德尔家族的产业都跟着吃瘪。现在就给我订去夏国的机票，我要亲自去找那个人。这样的人才，我一定要得到。是。哟，这不是大伯吗？咋一个人上街？你这瘸腿不怕出点什么事儿啊？我这是出来买点东西，过2天小峰不是该出狱了吗？想给他包点饺子。是吗？算算日子，还真是这几天。没想到这5年一晃这么快。不过这好不容易出狱了，就只包个饺子啊？不得办个宴会，喊大家伙庆祝一下？儿子就爱吃他妈包的饺子，而且一点家事犯不着惊动大家。也是啊，毕竟是从监狱里回来的，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对了，你爸最近好吗？好什么？你带头反对我爸占村里的地，他能好吗？我这也是给咱村着想啊，你千万别误会。你还好意思说误会？看看我眼上这道疤，都是你和你儿子造成的。对不起，这是我们家欠你的。对了，过2天我打算去跟李家提亲，
可怜念情啊，还把希望寄托在你那个废物儿子身上。你告诉江峰，别再妄想吃天鹅肉，老鼠就该留在下水沟里。小心！老东西，要怪就怪你挡了我们家的财路。江峰，就算你快出狱又怎么样？让你留个永远的遗憾。而且，念情也只能是我的。魏国呢？我老公呢？他在那里？谁是患者家属？我是，我老公他怎么样了？我们已经尽力了，患者出血过多，且内脏大幅度破损，已经无力回天了。您还是考虑准备后事吧。什么？不，魏国，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哼，本来就是个瘸子，非要一个人上街，这下行了，出事儿了吧？江凌晨，你什么意思？我老公难道不是为了救你才死的吗？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救我？那又怎么样？我现在可是整个白沙村乃至湖城的首富，还是如今全国最盛的大都商会南下副经理。他救了我是他应该的，死了只能怪他命不好。况且这本来就是你们家欠我的。不过念在旧情，这卡里的50万就当是给大伯的感谢费吧。用不着你施舍可怜我，这钱我受不起。从此以后，我们家与你们再欠你什么，也不再有任何关系。这可是够你赚一辈子的钱，不识好歹！哼！魏国，好不容易儿子快回来了，为什么老天要这么针对我们家？哎呀，你动作能不能麻利点？一会儿江少就该来提亲了，赶紧把这收拾好，一会儿别耽误了大事。老婆，我还是觉得这件事不要为难念情。怎么，现在你知道心疼女儿了？还不是怪你非要学别人做生意，赔了那么多钱。如今只有凌城他能够帮咱们，要是不想咱们家以后一辈子被人威胁，你还是想想怎么说服念情嫁给凌城。江峰，对不起。我妈说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玉坠，送给你。这算是定情信物吗？你一定照顾好自己，我等你回来。念情，你也照顾好自己，你一定要等我回来。我等着你。念情，5年没见，你现在还好吗？江峰哥，对不起，原谅我不能遵守之前的诺言了。李家因为负债被人上门威胁，我们拿不出这个钱，嫁给江凌城，他可以帮我爸还去所有债务。为了我爸，我只能妥协。而且江凌城答应我，嫁给他后，他还会给秋燕阿姨100万。有了这笔钱，江峰哥你出来后也能重整旗鼓了。只是念情只能下辈子再跟江峰哥在一起了。念情，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凌晨他们该来了。念情，都怪爸不好，爸知道不该干涉你们年轻人的事儿，要不是我……别说了，我会嫁的，只是麻烦爸到时候把这个帮我还给江峰哥。起灵！姐，这边都安排好了，咱们什么时候走啊？太晚就要错过时辰了。再等等，今天小峰出狱，我想等他回来送他爸最后一程。还等什么？今天在场这么多人，早点弄完回家。老婆，你少说2句。少说什么？这不是实话吗？我们一家人好心帮他们办白事，惹一身晦气不说，他还提起要求来了。而且谁知道他儿子今天回不回得来？白小丹，你给我闭嘴！这是我姐，我还是你老婆呢。你姐重要还是你老婆重要？儿子还想不想要了？还是说想让你儿子以后跟他们家儿子一样当个罪犯？秋叶，
已经11点半了，咱这可不行超过12点送葬啊！行了，不等了，起棺吧！好了好了，主人家发话了，起棺！李念青，5年了，到头来你还是要成为我的女人。他妈的，干什么呢？你个废物会不会开车啊？江总，不是我们，是前面。操，真他妈晦气！喂，大娘，没想到大伯今天下葬啊！这个就是你姐他们的那个有钱亲戚，瞧这阵仗果然不一般啊！这样，今天是侄子提亲的日子，要不大娘你赏个脸，带着人先让让，等我结完婚动完房之后，再亲自登门吊唁，怎么样？没问题啊！今天江总提亲，那可不能耽误。宁妃啊，你快给你姐说说，咱们让不可能。大娘，你什么意思？今天我提亲，要是误了良辰吉日，你们担当得起吗？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凭什么要我们让？我姐说的没错，凭什么我们让？知不知道什么叫死者为大？何况魏国哥还是为了救你死的，你才更应该让路。大侄子，咱这里不能超过12点入土啊！这里面是你大伯，你就让让吧。我让，整个白沙村还没有谁能让我江凌尘主动让路。这原本是给你们准备的100万，只要你让路，除了这100万之外，我再加100万，够你老公的丧葬费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什么？200万？这还等什么啊？宁妃，咱们赶紧让吧！我说了，不让。不仅不让，今天要想过去，你江凌尘必须对着这口棺材磕3个响头。妈的，找死！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不识好歹的老东西，还想让我给你们下跪？你那里来的勇气？就凭这是你们欠我们家的！你儿子他去坐牢，那是他活该。至于你老公，那是他自己窝囊，死了关我们家什么事儿？我再问你一次，让还是不让？今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就休想过！你欠我们的，你们家这一辈子都还不清。哈哈哈哈，很好，看来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倒要看看今天谁还能来帮你。儿子，江峰，妈，儿子回来了。站住！四方阁在此，你们几个作恶多端，别想逃走！四方阁，妈的，跟他们拼了！姐，报告督察长，逃离的边犯已经尽数消灭，任务已完成。好，传我命令，新令主已抵达白沙村探亲，还要和李念晴小姐订婚。是。四方阁即刻出发前往白沙村，务必保证令主安全。喂，徐正红，会长有令。居然是秘书长冬草小姐，请问会长有什么指示？会长如今已抵达白沙村探亲，会长命令你为其准备一份贺礼，用来提亲。什么？会长来白沙村了？是，我一定好好安排，绝对不会让会长失望。快，速速备礼，即刻前往白沙村。对了，也通知其他3大分行的会长，这次总会长亲自来白沙村，务必要妥善准备。是。你是风儿，你回来了，儿子。妈，不孝子江峰5年狱满，如期归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5年来辛苦了，你们遭受的羞辱和不公我都知道。放心，儿子有出息了。好孩子，妈不求你为我们出头，只要你平安归来，妈就满足了。对了，妈，我爸呢？我怎么没看见他？你爸他
什么意思？妈，我爸他怎么了？你爸为了给你包饺子出去买肉，结果回来的路上发生意外，被车撞死了。什么？不，怎么会这样？爸，5年前咱们不是说好了吗？等我回来，我好好孝敬你跟我妈呀。如今儿子终于出人头地了，为什么不等等我？儿子没让您失望啊，爸！喂，你们在哪儿鬼哭狼嚎什么？要哭滚到一边去，把路让出来，别耽误我去娶媳妇儿。大侄子，你终于回来了。这江凌晨不仅当众欺辱你妈，就连你爹都是为了救他才死的。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一定要为你妈做主啊！什么？江凌晨？哟，这不是咱白沙村响当当的大人物吗？江峰，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这5年都没你消息，咱们还以为你死在里面了呢。又是你，江凌晨，欺辱我妈，害死我爸，你们家当真是无法无天了！哎呀，我的好哥哥，火气不要那么重。你说你出狱也不提前说一声，不然我一定亲自派人去接你。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别以为这些年你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告诉你，这一次回来，你们欠我的，我一定要一点一点讨回来。江峰，你以为你是谁，还敢威胁我啊？别以为找几个演员穿一身人模狗样的衣服就能下，就凭你一个蹲大牢的，有什么资格？这个就是姜卫国他们家之前因为故意伤人蹲监狱的家伙。这刚出狱，态度怎么这么嚣张？就是，居然还敢跟咱们白沙村的首富叫板，这要是惹童家，这小子以后怕是在白沙村连容身的机会都没有。张明飞，你这侄子怎么回事？敢和江林帆对着干，这刚出狱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万一连累到咱怎么办？你少说2句。哼，首富，在我面前你也配称首富？这小子看着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装模作样而已。一个蹲大牢的，能搞出什么花样？说的也对，这种货色哪能跟陈哥比？天哥，你放心，这小子要是敢找麻烦，我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儿子，妈知道你想帮我们出头，可如今他们家大势大，这江陵城不仅是咱们白沙村的首富，而且还是大都商会的区域经理，妈担心你会吃亏呀。别怕，妈，一个小小的区域经理而已，我还没放在眼里。没事，大侄子，我听你。这种仗着自己有几个破钱就无法无天的人，必须得好好教训教训。笑话，江峰，你好大的口气啊，还没把我放在眼里。不过也对，以你的身份，孤陋寡闻，眼见狭隘，这种事情也不是你这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人能接触到的。这个废物，怕是连什么是大东商会都不知道啊！真是个乡巴佬，连大都商会都不知道。这可是我们大夏乃至全球最顶尖的商会联盟，掌握着整个大夏的经济命脉，能够在其中任职的，无一不是人中龙凤。何况还是江陵城这样的区域经理，更是万里挑一的天才，多少人巴结来还不及。这是江峰，不行，我得回去告诉聂晴。也就是你们，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怎么会跟你们这群人摊上亲戚？够了，够了！大都商会，你们口中的顶级联盟，在我眼里，也只不过是个工具。哎呀，我说女儿啊，你别难过了，这嫁给凌晨也挺好的嘛。人家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而且还好心帮我们家解决问题，这哪是那个还在坐牢的江峰比得了的？人要学会权衡利弊。聂晴，聂晴，爸，怎么了？哎呀，你干啥呀？着急忙慌的，吓我一跳，找死啊！吵起来了，他们吵起来了。谁？凌晨跟江峰。什么？江峰回来了？哎，念晴，你去干嘛呀？凌晨马上就要来提亲了。来不了了，2个人杠上了。什么？不行，那我也得去。这到嘴的鸭子不能让那小子坏了我们家念晴的好事儿。哎，你们等等我，让我喘口气儿。江峰，你该不会是坐牢坐傻了吧？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大都商会？那可是与我大夏国运相连，国之利剑。当年夏国就是凭借着大都商会，才一举冲破了重重封锁，迎来了如今的盛世。商会里面随便一个分会会长都是一方巨擘，受万人敬仰，更别说我的偶像，就是那位神秘的总会长大人，就连护国大人都敬仰有加。你一个刚出狱的囚犯，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没错，我们天哥如今在大都商会担任总经理，那可是我们整个白沙村的无上荣耀，能给我白沙村带来多少福宝？你一个只配坐后牢的垃圾，凭什么大放厥词？就凭即便是你口中那些受万人敬仰的分会会长，见到我也只有臣服。
跪地俯首。疯了，简直就是疯了！大姐，你儿子该不会是监狱蹲久了，蹲出臆想症了吧？儿子，这话可不能乱说啊！咱们虽然穷，但是必须得有骨气，不能说大话啊！妈，放心，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大都商会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真是笑话，江峰，你怎么不说整个大都商会都是你的呀？狂妄也要有个限度。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念在你刚出狱的份上，带着你妈赶紧滚！这事儿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巧了，大都商会还真是我。聒噪，都吵什么呢？爸，爸，你怎么来了？我听说这边出事了，所以就连忙赶过来看看。快看，这不是我们白沙村的商会代表江代表吗？没想到他也来了，真的哎！而且他还是江凌芬爸爸，有这样的实力，难怪他们一家能成为首富。江峰，你什么时候回来的？现在到底什么情况？爸，这个家伙不仅阻拦我去提亲，还在这里大放厥词，说整个大都商会都是他的，简直可笑。什么？还有这种事儿？很好，看样子你们都到齐了。江峰，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想干嘛？什么意思？既然人都到齐了，那现在就该算账了。这里面记录了从你们家坑骗我爸赔偿金开始对我们家所有的羞辱和打压，包括我不在的这5年来，这里面的每一桩、每一件，每次看到我都心如刀割。如今我爸更是为了救你江凌晨，还搭上了性命。苍天无眼，既然老天不替我们主持这公道，那就由我替我爸妈讨回来。江峰，今天是凌真提亲的日子。有什么事儿，我们后面再商量，你就别在这里胡搅蛮缠了。求亲，你们居然还有资格说这种话？你们一家人还真是一副德行，什么事儿都只想得到自己。那你可知道，今天也是我爸下葬的日子，而你的乖儿子却当街羞辱我妈，让我爸到死都不得安宁。换作是你还说得出这样的话吗？就是一家人自私，都怪我大哥太善良了，好人得不到好报。什么？原来他们家还干过这种事儿啊！坑蒙拐骗，还是自家的亲戚呢！天啊，有些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他们那是活该，谁让他们非要挡着不让我过去，而且还要我当众下跪磕头？凭什么？凭什么？就凭要不是我爸，现在棺材里躺着的就是你江凌腾！你说这头你该不该磕？今天你必须道歉！呸！你休想！江峰，你少拿这件事来要挟我。我还是那句话，你爸那是他活该，我又没求着他救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小子无耻，还有没有王法了？哼，在这白沙村，我就是王法。魏国，你看看，这就是你舍命救下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懂得感恩，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要丢下我们娘儿俩而去啊？魏国，妈，我爸没错，他一直都是我做人的榜样，错的是这群忘恩负义的家伙。好了，江峰，我知道你想干嘛。这样，看在我的面子上，这些事儿就此罢过吧。刚好我跟你口中的分会长关系还不错，到时候我可以帮你引荐给分会长，随便给你谋个差事也还是轻而易举，如何？爸，闭嘴！这么多人看着呢，你想把我们江家的脸都丢完吗？先把他们安抚好，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很好，江启展，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伪善啊。既然你们说我爸的死跟你们没有直接关系，那我们就来算算，这么多年来跟你们有直接关系的。江启战，当年我爸工地的赔偿款是你偷偷拿走的，没错吧？我那是为了整个江家。你放屁！就凭你也配说是为了整个江家？只不过是迎合那群乌合之众向我爸隐瞒真相的说辞罢了。这么多年，你办厂当老板赚得盆满钵满，而你可曾有丝毫在乎过我爸的处境？我还有你江凌城，自从我入狱后，就暗中找人轮番找我母亲和父亲的麻烦，让我爸妈这5年来寝食难安。你陷害我的事，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敢欺负我父母，我必追究到底。废话说了这么多，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就是小子，凭你这几个人，要想报复我们，恐怕还不够资格吧？是吗？那你们尽可以试一试。上！你们也给我上！给我打，狠狠的打！我要让他们知道欺负我爸妈的代价。我的手啊！真是一群废物！忘了告诉你们，
我的保镖都是上过战场、出生入死的狠人。陈哥不会放过你的。江凌晨，你要替他们出头吗？你想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小心我报警，再把你抓进监狱里面去。江峰，别打了，他说的对，你这才刚出狱，别因为这件事又被抓走了。妈，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爸，儿子不孝。爸，你放心，这次我不仅要把债讨回来，更要讨得他们心服口服。江峰哥，江峰哥，江峰哥，叶晴，你终于回来了。林念晴，你来的正好，睁大你的眼睛看看，江峰这家伙刚回来就无法无天，不仅阻碍我去提亲，还打伤了我的朋友。哎呦，凌晨，你没事吧？江峰，这凌晨好歹是你弟弟，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叶晴，你别被江凌晨给骗了，明明就是他找茬在前，我们只是为了自保。哎呀，你闭嘴！要你掺和啥？江峰哥，为什么？这5年来你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对不起，念晴，都怪我不好。你这些年为我们家的付出，我都知道。放心，这一次谁也拆不散我们。江峰，这是我江凌晨即将娶进门的老婆，你居然敢当众调戏，找死！你没资格娶她。笑话，我陈哥没资格娶，难道你一个劳改犯有资格啊？哎，年轻人结婚讲究一个情投意合，不讲谁有没有资格。是吗？那让你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可以，你是这个意思吗？结婚当然也讲究一个门当户对，我女儿好歹也是一个名牌大学的老师，前途有望，而江少又贵为白沙村首富，资产上亿，这才是天作之合。至于江峰，不过刚出狱的废物而已，连大学都没上过，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还想娶我女儿，简直是做梦。妈，你说什么呢？5年前江峰也和我们考上了一样的大学，要不是因为那场意外，如今肯定也有出息了。意外？分明就是他蛮狠无理取闹，所以才干出了那种事情。江峰，这只眼睛是你欠我的。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才不是！江峰，你解释一下呀！你狂妄！念晴，你别忘了，你们家如今的境况只有我能救你。你最好想清楚自己的位置。什么意思？李家发生了什么？念晴的爸爸在外面做生意，欠了200万，而江凌晨答应帮念晴解决李家的债务危机，所以念晴才答应嫁给江凌晨的，就因为区200万，还区200万，口气可真大，说的好像你有一样。200万而已，于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念晴，你根本不用为了这200万嫁给江晨晨，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这一切我都会替你解决。笑话！你解决？这可是200万，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怕是这辈子你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念晴，别跟这种人废话了，赶紧跟凌晨上车，回去把婚结了。妈，你还在等什么呢？难道你真指望那家伙能帮上咱家不成？这才对嘛！放心，答应你的我都会做到。江峰，到时候我也会给你100万，可不要太感激我哦。等一下，走。我说过，区200万而已，不值得你嫁给他。张宁飞，你快掐掐我，我不是在做梦吧？钱，好多钱啊！哎，你别掐我啊，疼！回来的比较仓促，现金就带了这么多，但帮李家还债绰绰有余。这怎么可能？天啊，居然全都是美金，这少说也有几百万，折合下来可是有上千万华夏币啊！够了，够了，完全够了！怎么可能？你一个蹲大牢的，哪来的这么多钱？该不会是偷的吧？就是，不是偷的就是抢！别拿你们龌龊的思想用在我身上。我说过，区200万而已，对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儿子，你哪来这么多钱啊？你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吧？妈，您放心，这些钱都是我一笔一笔挣来的，绝对干净安全。还有这些人也都是来帮我的，你放心，今天绝对给咱们讨回一个公道。好，
孩子真是长大了啊！宁妃，你说他江峰怎么现在不嫌弃他们是穷亲戚了？我什么时候嫌弃了？大侄子找老婆必须得支持。宁晴，之前答应过你，我一刻都没忘记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江峰，我江峰今天就来娶你回家。江峰，我承认你还算是有点实力，但是你不会真以为这么轻松就能把李念晴娶走吧？江林晨，你还想怎么样？这些是我给念晴准备的彩礼，不多，也就6根金条，一座汉水白玉雕，还有一座市中心别墅和一辆奥迪 A8而已。汉水白玉雕，这不是前段时间在拍卖会拍出1000万的天价玉雕吗？原来在江总这儿，江总这次可谓是大手笔啊！没错，而且还送上黄金加别墅，这些加在一起，少说得要3000万啊！我什么时候说要彩礼了？你懂什么？不是要彩礼，是要一个心意。要是真想娶你，就跟江总一样，把心意拿出来。我不要，我已经决定了，我就要嫁给江峰，我什么都不要。李念晴，你这话是想悔婚？没错，李家危机已解，我没理由嫁给你了。他跟我仍是云泥之别，你就不怕他娶你只为虚荣心？闭嘴！江峰哥跟你不一样。念晴，没事，你妈说的对，娶你，我必须拿出心意。可是江峰哥，你才出狱，哪有钱啊？区区3000万就说跟我云泥之别，你眼界未免太短。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更值钱的东西。徐会长到！大都商会南下分会长徐振宏庆贺李念晴小姐订婚大喜，特送贺礼，现金8888万，黄金88公斤。时间刚好。南下分会长这种大人物怎么会来这儿？天哥，这是你请来的吗？怎么可能？我虽是区域经理，也接触不到这种层面。爸，难道徐会长是为你来的？我虽与徐会长见过几面，但他不至于送此大礼啊。少爷，会长此举必是为拉拢人心，树立威望，恭喜少爷！北域东海西羌分会长到！什么？其他3大分会长也来了？北域王山虎贺李念晴小姐，云梦刘思佩元青花加金彩梅瓶。东海李明辉贺李念晴小姐，水晶夜明珠万年海参1颗。西江库尔办贺李念晴小姐，千年雪灵芝皇室汗蟹宝马。这些都是给我的。4大分会长齐聚，你家怕是要腾飞了。哎呀，发达了，发达了！光宗耀祖啊！怎么样，念晴，喜欢吗？这些都是你安排的？张个嘴的事儿。笑话，江峰，这你也敢说是你安排的？李念晴，看到了吧？这人就是个骗子，这些分明都是我准备的。你说是你准？没错，除了我还能是谁？我就知道，不愧是我看上的好女婿。爸，徐会长大驾光临，参加犬子婚礼，还备此厚礼，江某不胜惶恐啊！这陶凡，你算个什么东西？徐会长，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是江其战啊！我是江其战啊！
我是白沙村的商业代表，跟您之前见过的。哦，你是江其战，我想起来了。对，你想起来了，我就说嘛，肯定是误会。我记得你儿子还是我们大都商会的区域经理吧？好，晚辈江林生见过徐会长。你儿子今天也结婚，您不是来？我们是受秘书长冬草小姐之命，特来给江先生和李念晴小姐送贺礼的。江先生，那就是我啊！我就是今天要跟李念晴订婚的那个江先生。秘书长说的可是江峰江先生，可也是你？什么？江峰？南下分会长、北域分会长、东海分会长、西羌分会拜见江先生，祝贺江先生提亲大喜。起来吧，不必拘礼。徐会长留下，你们都撤了吧。这都是奔着你来的。别害怕，妈。怎么会这样？难道江峰他现在真的是什么大人物？阿姨，怎么样？这份贺礼可还满意啊？满意。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徐会长，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江峰他不过就是一个刚出狱的废物、垃圾，会长怎么可能会为了他准备这么隆重的贺礼？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质疑我们会长的决定？找死！儿子，你不过才刚出狱，怎么可能做到这种地步？多亏了你，否则我可能还娶不到如今这样的人妻。怎么样？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不相信，你不过是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废物，凭什么这么嚣张？还敢放肆，找死！等一下，接下来我要亲自跟他们算一算账。江峰，有话好好说，咱们之前一定有误会。怎么，现在想起来求饶了？晚了！当初你们欺辱我父母，可曾想过会有今日？今天我就要在我爸的英灵前让你们血债血偿！你想怎么样？难不成你还想杀了我们不成？告诉你，你敢动我们一根手指头，我就让你在监狱里过一辈子！江峰哥，你冷静点，我知道你很生气，但因为这种人把自己害了，根本不值得。没错，江峰，你爸已经死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妈，念晴，你们放心，我有数。我爸的死，我不会归咎在他们头上，也不会让他们偿命。但我爸跟我妈受的苦，含的冤，今天一件都跑不了。大侄子，我支持你，这种人就该狠狠教训。江其战，我爸当初为了救你失去了一条腿，而你却私自挪用我爸的赔偿款去开工厂，导致我爸瘸了一辈子。这件事，你该不该负责？江峰，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很简单，你们家是挪用我爸的钱才发家的，那你们的所有财产就是拜我爸所赐。如今我爸去世了，这笔资产我就要替我爸收回来。江峰，所有财产？江峰，你疯了吗？这种无耻的要求你怎么说得出口？不仅如此，我还要你自废一条腿，我要让你也尝尝一辈子瘸腿的滋味。什么？江峰，这些条件未免太过分。这里是白沙村，我好歹也是你二叔。过分？比起你对我爸妈做的事，不及1/1000之一。我已经很仁慈了。我们家绝大部分资产都是我赚来的，就算打官司，你顶多拿回那个破厂子，是吗？喂，给我查白沙村江家在大都商会所有的资金流转，要是发现任何异常，无论用什么手段，3分钟之内给我处理结果。什么？江凌晨，即日起，你不再是南下区域经理，你被开除了。不，徐会长，这么多年我对您敬爱有加，劳苦功高啊，您怎么能为了这个废物开除我？废物！闭嘴！鼠目寸光的东西，江峰先生的高度，你这辈子都企及不到。
什么？不，怎么会这样？儿子，发生什么了？没了，都没了。上会调查我们行贿挪用公款，财产都冻结了，江家要没了。什么？江峰先生，如今江家的事儿已经处理完了，您看还有什么吩咐吗？江凌晨，我们之间的事还没有完。你还想干什么？爸是为你而死，我不怪你。陷害我也可以不计较，但联合混混辱我父母，大闹葬礼，我必须讨个说法。江峰，够了，所有一切由我来承担，放过凌晨吧。不够，棺材就在这儿，跪下，亲口承认你的罪行，磕头赔罪，磕到我满意为止。都怪我不好，是二叔的错，你就放过凌晨吧。够了，爸，不用你给我求情，我磕。什么？既然你要结果，那我就如你所愿。废物，去死吧！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卑鄙！不想让我好过，那你也别想好过！快保护江先生！晚了。江凌晨，不要！方格居然是四方格，连这种大人物都惊动了。没错，传闻四方阁凌驾执法部门之上，有先斩后奏之权，平常极少出现。这难道也是奔着江峰来的？四方阁。四方阁督察长邢华拜见令主。拜见令主。令主，令主，姐，我没听错吧？他们管江峰叫令主？好像是。天啊，江峰到底还有多少身份瞒着我们？怎么样？现在知道差距了，想跟我拼命，你还不够资格。令主大人，这些人应如何处置？按你们四方阁的原则，该当如按四方阁规矩，凡涉嫌危害令主者，斩立决。什么？江峰，我知道现在的我们不配跟您提条件，但我求求你放过我儿子，他一时冲动都是我的错，罚我一个人。凭什么？做错了事就该罚。爸！这老头对自己也太狠了吧！畜生，跪下！子不教，父之过。这些年的事都怪我，是我太贪婪又目中无人。其实你爸救下凌晨那次，我就后悔了。你爸是好人，怪我教子无方，才让凌晨变成今天这样。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做人做事要凭良心，否则迟早付出代价。我都认。如今在你面前，我们如过街老鼠，这条腿、这条老命都可以赔。但我求你放过我儿子，他只是误入歧途，被混混带坏，罪不至死啊！够了，够了！妈，江峰，够了，就到此为止吧。老头子，你看见没？儿子出息了，可以独当一面了。这么多年辛苦没白费。这件事到此结束，从今往后恩怨一笔勾销。可是妈，他们当初那么对你们，这么轻易放过，太便宜他们了。没关系，妈，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够了。一直想着报仇，多累呀！对啊，江峰，不要被仇恨蒙蔽，就算你杀了他们，对你也没有好处啊。你们退下吧，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是。夏国人还真是奇怪，商场上六亲不认，却会在这种事情上不知道斩草除根。大小姐，我们要现在去找江先生吗？不急，现在江先生刚团聚，我们不要打扰。另外，
以家族的名义给江家注资500亿，就说想与他们建立合作，咱们给江先生送份大礼。是。江启战，趁着我没反悔，带着江凌晨赶紧给我滚！是。妈，现在我们可以继续给我爸举行葬礼了。好，快，大家伙赶紧动起来！我们的江总发话了，葬礼继续。妈，你怎么了？江峰，阿姨发生什么了？我不知道，快送医院！江先生，根据我们初步诊断，您母亲晕倒是因为癌症。什么？癌症？怎么会突然有癌症？应该不是突然患病，根据我们的检查，应该是有段时间了，并且加上长时间的积劳成疾，已经形成病灶。想要治疗痊愈，恐怕……别给我说这些没用的，不管要花多少钱，要过多少钱，付出多少代价，都必须把我母亲治好，否则我拿你试问。是，江先生，我现在立马召集全院所有癌症专家，一定给您商量出最佳解决方案。怎么样，阿姨的病严重吗？没什么事，我会解决好的，不用担心。那就好，刚回来就经历这么多事，辛苦你了。卫国，妈，儿子，我怎么在这儿？你爸他还没下葬呢，我不能躺在这儿。妈，我爸的后事已经安排好，您就放心吧。孩子，辛苦你了，刚回来就忙前忙后的。这都是儿子应该做的，跟妈你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好孩子，虽然不知道今天到场的那些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但妈清楚，这5年来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妈，我放心，不该问的妈不会问的，妈只要你遵纪守法，平平安安。妈，您放心，儿子做的每一件事都谨记你们对我的教诲。虽然现在身份暂时还不能对你们说明，但等离开后，这5年发生的一切我都会告诉你。离开？你还要离开白沙村吗？我因为身份的缘故，没办法在白沙村久留，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你们放心，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之后，我们就一同离开。江峰，既然这样，那妈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你看看能不能帮妈个忙？妈尽管说，儿子一定竭尽全力。当年在你入狱之后，他们江家还是把你爸踢出了族谱。这些年来，你爸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如今你爸走了，妈想求你帮你爸了却了最后的心愿，让你爸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好啊，又是江家。放心，妈，你好好休息，这件事就交给我，刚好恩怨也该一并解决了。卫国，妈，儿子，我怎么在这儿？你爸他还没下葬呢，我不能躺在这儿。妈，我爸的后事已经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孩子，辛苦你了，刚回来就忙前忙后的。这都是儿子应该做的，跟妈你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好孩子，虽然不知道今天到场的那些人到底都是些什么人，但妈清楚，这5年来你一定过得很辛苦吧？妈，我放心，不该问的妈不会问的，妈只要你遵纪守法，平平安安。妈，您放心，儿子做的每一件事都谨记你们对我的教诲。虽然现在身份暂时还不能对你们说明，但等离开后，这5年发生的一切我都会告诉你。离开？你还要离开白沙村吗？我因为身份的缘故，没办法在白沙村久留，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你们放心，等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之后，我们就一同离开。江峰，既然这样，那妈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你看看能不能帮妈个忙？妈尽管说，儿子一定竭尽全力。当年在你入狱之后，他们江家还是把你爸踢出了族谱。这些年来，你爸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如今你爸走了，妈想求你帮你爸了却了最后的心愿，让你爸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好啊，又是江家。放心，妈你好好休息，这件事就交给我，刚好恩怨也该一并解决了。江峰，这是你的房子吗？没错，刚买的，暂时落个脚。天啊，你这5年究竟赚了多少钱啊？真想知道。你先休息一下，洗个澡，我把这几年的经历都慢慢告诉你。你讨厌！卫生间在哪儿啊？
上楼右拐。喂，东草，帮我做一件事。渡边先生，我们找到您要找的那个人了。很好，我交给你们的任务，你们可以准备开始了。大都商会很快就是我的了。爸，你刚刚说什么？柴斯米尔德家族给我们江家注资500亿？没错。很好，看来是天不亡我江家。江峰，你这辈子注定不是我的对手。儿子，这柴斯米尔德家族很厉害了，就凭江峰如今的人脉，一般的势力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啊。咱还是别跟他斗下去了。那可是柴斯米尔德家族啊，全世界的地下霸主。就算江峰跟大都商会有点关系又怎么样？就算是大都商会的会长，在柴斯米尔德家族面前也得掂量掂量。爸，这可是我们江家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只要把握好，很可能一飞冲天啊！可是这么厉害的家族，为什么要帮我们？这还不简单？我听说前段时间大都商会跟随夏国传闻中的商业新星一起收获了大批的海外资产，其中就有可能触动了柴斯米尔德家族的利益。刚好这江峰跟大都商会有关系，所以摆明了想借我们江家之手对付江峰，给大都商会一个教训。这你都能看出来？当然，江峰等着吧，不管你有多厉害，在我面前你都得跪地求饶。唉，上百万的家产一夜之间全没了，这都造的什么孽呀！就是，当初我们就不该帮着凌晨他们。我可听说江峰这次回来，不仅连各大分会长都毕恭毕敬，甚至还惊动了四方阁。什么？这人脉后面要是算账算到了我们头上来，可怎么办啊？还有凌晨还说把我们召集起来，到现在却连个人影都看不见。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哎，凌晨来了！哎呀，凌晨，你可算来了！你说要召集我们，我们都等多久了？这突然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是不是该对我们有个交代啊？交代？什么交代？凌晨，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人是你得罪的，如今却牵连到了我们，你难道不该对我们有个交代吗？就是，要不你再去找江峰赔个罪，至少把我们的钱都还给我呀！就是，给江峰赔罪，各位莫不是弄错了？该赔罪的不是我，而是他。该赔罪的不是我，而是他。凌晨，你是不是疯了？你不知道如今江峰的手段吗？就连大都商会的分会长都对他恭敬有加，你一个被开除的区域经理，凭什么让他给你道歉？真要说起来，这事儿就是你不对。要不是你这些年对姜卫国他们一家做了那么多出格的事儿，江峰也不会怪罪到我们头上啊。说的没错，你跟江峰过不去，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别牵扯到我们啊！各位，你们别忘，当初就是在这个地方，是你们跟我爸一起把姜卫国他们赶了回去的。当初说我爸做的对的也是你们，你们不会真以为江峰不知道吧？我们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些年你们跟着我们也没少赚。怎么，现在遇到问题了就开始划清关系了？那不然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根本就不是江峰的对手啊！谁说的？区区一个江峰而已，就算有几个分会长帮忙，那又能怎么样？怎么，你有什么办法？不瞒各位所说，最近我江家刚获得了500亿投资，和柴斯米尔德家族亲自指点的合作。别说他小小江峰，就算是大都商会，也根本不足为惧。什么500亿？这是真的吗？这是柴斯米尔德家族的人亲自打电话通知我们的，而且今天他们家的大小姐就会亲临，是真是假，到时候不就知道了。亲临？那太好了！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江家岂不是真要一飞冲天了？不过那什么柴火烧米还是踩死一只鸡，那是什么家族啊？管他呢，出手就是500亿，那肯定是很厉害家族。哎呀，凌晨，你说这事儿你也不早说，害得我们瞎担心一场。刚刚说了很多气话，你别介意啊。放心，我也是那句话，只要有我江凌晨一口吃的，就少不了各位的。不愧是凌晨，跟你爸一样，一看就是办大事的人。那以后我们可就都仰仗你了，好侄子，不必客气。哈哈哈哈哈！这是江峰，他怎么来了？很好，看样子你们都在，来得正。江峰，你来这里干什么？怎么，这里不是江家祖宅吗？我来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当然，这里是江家祖宅，而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来这儿？怎么，知道我江家马上要跟大家族合作了，所以着急过来攀关系了？哦，我说呢，原来是心虚了，所以来登门赔礼道歉来了。大家族合作，赔礼道歉，没错。
你联合大都商会欺负我们这些普通商贩，害得我们如今破产，这些难道你不该给我们个解释吗？笑话，我需要跟你们解释什么？清者自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年私底下干过多少违法走私、豪取豪卖的勾当，只是让你们破产已经是仁慈了，这样的后果都是你们活该。你好歹我们都还是你的长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哦，现在又承认是我长辈了。大家别吵了，江峰说的有道理。够了，李念晴，刚好你也来了。我告诉你，如今我跟江峰已经今非昔比，马上他就得跪在我的面前向我求饶。我劝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相信江峰。是吗？那一会儿等那位大人来了，就让你好好看看我是怎么让江峰后悔出现在这儿的。让我后悔？就凭你们在座的各位，还不够资格。江峰，你什么意思？别说是你，就是你爸今天来这儿，都得对我们客客气气的。你这说话，未免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就是，看来这几年在监狱里面，没人教你什么叫长幼尊卑了。你们还好意思提我爸？就凭当年你们对我爸做的事儿，该赔礼道歉的也是你们。笑话，当初你爸妈没能耐，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而且说要与我们江家断绝关系的也是你妈。如今你一个外人，既然不是来赔礼道歉的，那就赶紧滚，别一会儿等那位大人来了，在大人面前丢了我们江家的颜面。没错，赶紧滚！别着急，我还带了份厚礼。这是什么？睁大你们的狗眼，好好看看，以后这就是江家新的族谱。什么族谱？私自篡改族谱，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没错，而且还把自己一脉写得这么靠前，简直就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江峰，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居然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意图篡改族谱，而且还如此徇私，简直就是对列祖列宗的羞辱。你就不怕遭雷劈吗？我徇私？上对青天，我爸沉冤未雪，还被独出宰谱；下对祖宗，我江峰尽孝报恩，问心无愧。我何罪之有？如不是为了我爸的心愿，你们这群人根本就不配跟我们在同一张族谱上出现。即便是我爸一人，也担得起整个江家之魂。江峰，你以为你搬个破石碑来，就算是新族谱了？告诉你，你爸被逐出族谱，那是他无能。像这样的废物，倘若还留在族谱内，只会丢了我们江家列祖列宗的脸面。没错，当初修族谱又不出钱又不出力，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还有先辈享受一样的待遇？你看看我们这江家的族谱上，哪一个不是为整个江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你们呢？你爸又做了什么？你们居然还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我真是为你们感到羞耻。那你们告诉我，他江其战又凭什么排在族谱上的首位？难道就凭他私吞我爸的赔偿金办了个场子？就凭他带着你们这样一群吸我爸血还不知道感恩的臭虫挣了几个破枣？江峰，你少在这儿胡扯！怎么，现在你们不承认了？5年前就是在这个院子里，你们跟着江其战一起，不顾我爸的死活，对其轮番羞辱。那个时候，你们可曾想过，你们所谓的成功，是不是建立在牺牲我爸的头上？江峰，就算是又如何？如今都5年过去了，该赔的也赔了，你爸也死了，你还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当然是要为我爸找回一个公道。白色米尔德家族到！索菲亚小姐，您终于来了。柴斯米尔德家族，他们怎么会在这儿？是啊，我们整个江家都恭候多时了。恭迎索菲亚小姐，索菲亚小姐能来，简直就是令我江家蓬荜生辉啊！恭迎索菲亚小姐。难道他们说的大家族合作是跟柴斯米尔德家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恐怕今天还真不好办。江峰，原本我只是想让你跟我们道个歉，然后我再慢慢的让你感受绝望，但现在索菲亚小姐来了，你还能继续狂妄下去吗？是吗？不知道索菲亚小姐来我们大夏有何贵干？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如此顶撞索菲亚小姐，我倒要看看你的下场会有多么凄惨。江峰，这个人看着好厉害，没事吧？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事。哼，不知好歹的东西，简直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晚辈江陵城代表整个江家，再次欢迎索菲亚小姐的到来。
你们刚刚在做什么？没什么，索菲亚小姐，只是今天原本与您约定的合作稍微出了点纰漏，闯进来了一只找事儿的老鼠。没错，一个嚣张至极、目无尊法的鼠辈。索菲亚小姐无需理睬。是，索菲亚小姐要是看他不顺眼，我们现在就把他赶出去。对了，索菲亚小姐，请问贵家家主没跟您一起来吗？毕竟这次的合作事关重大，要是能见到家主大人亲自感谢一番，我江某也不甚荣幸啊。家主，你也配问？什么时候我们家主的消息要向你们一个小小的江家子孙汇报了？没见我说这次合作由我亲自领办吗？索菲亚小姐这语气明显对我们很不满啊。不过既然是他们家族的安排，想必也不会轻易作罢。倒是我如此询问确实不妥。是，像您这样大家族的家主大人，肯定不是我们这种小人物能够接触到的。刚刚是晚辈唐突了，先前都怪那个目中无人的犯罪分子在我们面前狐假虎威，所以才问问索菲亚大人。犯罪分子？没错，一个内心险恶，因为嫉妒而杀人未遂，进了5年监狱，出狱后却仗着在大都商会有些权势，欺瞒专横，只会装腔作势欺负我们这些小商贩的废物，都怪晚辈能力不足，还望索菲亚小姐恕罪。他如何胡作非为了？说来听听。索菲亚小姐明鉴，这个家伙因为妒忌，险些将我杀害。我本无意在纠结其过错，可他却在出狱后联合大都商会等一众权势，对我等老实人进行打击报复，不仅害得我江家倾家荡产，更是当众羞辱晚辈父亲，夺我未婚妻，此等恶劣行径，引人神公愤。是啊，索菲亚小姐，这家伙简直就是不可饶恕。还有那个大都商会也是不干好事儿，你一定要替我们好好收拾他。还望索菲亚小姐一定要帮我们讨一个公道。公道？你们要公道，为何不去报警？有意思。怎么，你们心虚了？不，绝对没有。我江凌晨说的句句属实，青天可见。只是毕竟牵扯到商会，我等实力不足，而这大都商会又手眼通天，我等根本无力反抗啊。所以如今跟您等大能合作，是我们江家的荣幸，也是我们江家的运气。如此一来，我们就有抵抗大都商会的底气。索菲亚小姐，您放心，只要您需要，我们江家愿意赴汤蹈火。那江总还真是有心了。都是我应该的，要不您稍等片刻，我们现在立刻把它清理了，免得脏了您的眼睛。清理？我看今天应该清理的是你们。索菲亚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索菲亚，你到底想干什么？不好了，这小子终究还是要来捣乱了，这是要坏事啊！江峰，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直呼索菲亚小姐的名讳，找死！索菲亚小姐，您别生气，我这就……江家，你们还真是好大的威风啊！好好睁大你们的狗眼！柴斯米尔德家族之女索菲亚见过江先生。见过江先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索菲亚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啊，为什么连你也叫他江先生？不好意思，江先生，原本是为了跟您的合作的，却没想到弄出这么大的乌龙。跟他的合作？不可能，这不可能啊！你说要跟我合作？是的，江先生放心，今日所有忤逆江先生者，我柴斯米尔德家族都会要其付出代价。全都是我们的不对，我们不该袖手旁观，都怪我们受了凌晨他们一家人的哄骗，还请您跟索菲亚小姐说说，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不用求我，江先生说什么便是什么，一切均以江先生所言。他只不过是一个刚从大牢里放出来的废物，怎么有资格跟您这样的大人物一起，还让您对他如此恭敬？闭嘴！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江峰先生作对？江先生可是我们家族的贵客，岂容你们这般羞辱？完了，好像是我们弄错了。这索菲亚小姐，这莫不是来给江峰主持公道的？这是什么意思？江凌晨，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居然也敢质疑索菲亚小姐！索菲亚小姐，今日之事都是这树儿一人策划，对我们威逼利诱，我们也是被迫而为之的，还望索菲亚小姐明鉴。对，这全都是江凌晨他一人所为，跟我们毫无关系，还望索菲亚小姐明鉴。是吗？那你们的意思是，之前对江先生做的事也跟你们毫无关系了？这冤枉啊！不能说是毫无关系，
我们也是毫不知情啊。好一个毫不知情！江凌城，看见没？这就是你爸当年带出来的好亲戚。当初你们在羞辱我爸的时候，可曾想过，当年射出的子弹也会在多年之后正自己的血？一群白眼狼，我爸真是白瞎了眼。江峰，之前都是我们的不对，我们不该袖手旁观，都怪我们受了凌晨他们一家人的哄骗，还请您跟索菲亚小姐说说，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不用求我，江先生说什么便是什么，一切均以江先生所言。江峰，求求你放过我们，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怎么样？现在你们对我修改的这个族谱还有什么意义吗？索菲亚小姐，您可别忘了，我们江家跟柴斯米尔德的合作可是家族之间，就算您贵为家族的大小姐，也不能轻易更改与我们江家的合作吧。我劝索菲亚小姐三思，一切也应当以大局为重。您如此行事，岂不是与大都商会同流合污？只要有那500亿，谁也阻拦不了我江陵城一飞冲天。同流合污，江陵城，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商人自然是以利益为重，而与大都商会合作就是利益最优选。什么？那500亿的合作不是让我们对付大都商会吗？江陵城，我们柴斯米尔家族是要给你们江家注资500亿没错，但不是给你江陵城。什么意思啊？什么？柴斯米尔德家族投资意向协议书，投资金额500亿，投资对象江峰。什么？给江峰的？索菲亚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不是说大都商会要给我们江家投资吗？怎么会变成给江峰？江先生是什么身份，你又是什么身份？我凭什么要给你投资？你能给我带来什么价值吗？我能帮你对付江峰啊！笑话，你不过就是一只蝼蚁，只还妄想与江先生对抗。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企及不到江先生的一根脚趾头。这不可能，这家伙凭什么所有人都要跟他合作？凭什么大家都站在他那边？你不需要知道，江先生的身份根本就不是你们可以妄加揣测的。难道江峰的地位难道是大都商会的会长？否则怎么可能连这种大家族都站在他那边？天啊，我们当初究竟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江先生，您看我们的合作……索菲亚，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今天我是来为我爸讨公道的。自然以江先生的事情为首。江峰，我江家能出你这样的后辈，简直就是我江家的福音啊！是啊，江峰，以后我们江家有你的带领，日后一定能够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啊！我等日后愿为江先生效犬马之劳。江总，我等愿为您当牛做马。既然如此，那今日我带来的这族谱石碑，你们认还是不认？认，我们认，一切全听江总的。很好，上大锤！这是要……既然有了新的族谱，那这旧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今日我必以雷霆之力击碎我爸当年所受之耻。爸，孩儿今日带您回家了，在这九泉之下，您可安心。江凌晨，你笑什么？我笑我不懂这世界的不公。为什么每次当我以为我快要赢的时候，你都能跳到我的眼前给我一巴掌？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每次你都能把我踩在脚下？我到底哪里不如你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我兄弟二人同根同源，只要互相扶持，一定能够走得很远。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你非要把我当做敌人？我就是不服，明明我那么努力，从小每天上各种补习班学习，却不如你一个连书都买不起的穷鬼，就连女人我也抢不过你，凭什么？人各有志，你学习没他好，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的后路，努力考上大学就是他唯一的出路。你不一样，从小家境优渥，各种资源手到擒才，论决心，你当然比不过他。至于我们两个，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们会在一起，我一直当我们是朋友。朋友，退路，好，那如今我也没有退路了。江峰，你陪我去死吧！江峰，小心！啊！是谁？会长，这又是谁？江峰，这是……你终于来了。
大都商会秘书长东草拜见会长。他叫江峰，会长。原来江峰真是大都商会的会长。对不起，会长，我们原本打算利用大都商会以您父亲的名义捐款，却发现有人提前朝江家注资。我们调查发现不对，所以连忙赶来了。属下救驾来迟，还望会长大人责罚。无妨，已经没事了。这江先生既是夏国顶尖的大都商会会长，又是夏国对外投资贸易总裁，更是夏国身份最为神秘的商界传奇。你们反应如此之慢，若是江先生真出了什么意外，你们该当何罪？江峰，你商会会长、贸易总裁，还是商界传奇？没想到我大夏如此顶尖的神秘人物，竟然都是同一个人，而且还是他江峰。还好我们刚刚没有过多冒犯到他，否则他碾碎我们就跟碾碎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啊！这怎么可能？我的身份一直未对外公开，就算是你们柴塞米尔德家族，也不可能轻易调查，除非跟我有过接触。为何你会知道我的身份？看来江先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么快就忘记我了。3个月前咱们可刚一起喝了酒，而且还度过了一个十分美妙的夜晚呢。3个月前，美妙的夜晚？原来那个人是你，江峰老师，您怎么来了？你没事吧？我没事，老师。这些人又是谁？令主大人，属下救驾来迟，还请令主大人责罚。无妨。索菲亚，你们柴斯米德尔德家族还真是无法无天了，居然敢私自闯入我大夏境内，暗杀我大夏精英，是真不怕我大夏发威吗？没想到连大夏的高部长都惊动了，怎么？你们那只眼睛看到我暗杀你们大夏精英了？难道你们大夏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吗？少废话，等我先把你们带回去，再好好审问。邢华，是。保护小姐。等一下，老师，索菲亚小姐没有对我做什么，这是误会。误会？不可能。今日我们调查到有好几波境外势力混入大厦，那她出现在这儿，一定是想找机会对你下手。没有，老师，她是来找我合作的。合作？他是来找你合作的？没错。虽然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目的，但他今天确实是帮了我。怎么样，高部长？不要把我们都想得那么坏。要不是我，你们大夏的精英恐怕就要在你们大夏国自己人手里吃亏了。像他这种人，换做其他家族，江先生可就没今天这种好运了。督察长大人，我们在地上发现了一支手枪。令主大人，这是江凌晨用的手枪吗？没错。上一次令主大人放过了你，没想到你居然还不知悔改，这一次定要严惩。来人，私藏枪械，涉嫌谋杀，把他给我带回去好好拷问。是。江峰，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放过我吧，我真不知道你就是会长大人啊！要是你早说，我根本就不可能冒犯你啊！江峰，放过我吧！索菲亚，之前的事都谢谢你，但你出现在这儿，究竟有什么目的？没错，以你们柴斯米尔德家族的风格，私自闯入我大夏境内，如果不是为了暗杀，那你来干什么？高部长，我说过了，我可是相当欣赏江会长，怎么忍心杀掉的？这次来，我可是带着偌大的诚意来招募江会长的。招募？没错，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十分欣赏江会长的能力，所以这次来特地是带着诚意来跟江会长谈合作的。这里是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的全球通行卡，只要有这张卡，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柴斯米尔德家族成员均可听从江会长的命令。还有一份，这个是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的股权转让书，只要江先生同意跟我们合作，那我们柴斯米德尔家族
便愿意为江先生让出5%的股权。5%？5%很高吗？那可是上万亿的资产，再加上这张全球通行证，江峰从此以后都可以在全世界横着走了。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全面保障江会长的人身安全，绝对不会像夏国的这些人，连自己的主子都保护不好。你休要小瞧我们夏国的实力。就这些。只要江先生答应我，柴斯米尔家族愿意为我们合作30年，这一切都是江先生的。但如果江先生要是愿意终生为我柴斯米尔德家族服务，在这些筹码上，我们还可以再加。除此之外，你还能获得一个全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女人。不用了，我之前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跟你们合作的。我江峰一辈子都是大夏的。索菲亚小姐，可能要你失望了。不论你开出的条件有多么诱人，对我江峰来说，都没有报答恩师、守卫国家重要。至于你说的全世界最有能力的女人，我早就已经找到了。所以还请索菲亚小姐别在我身上花费心思。那还真是可惜了，没想到一向以利益眼光著称的江会长，居然会在这件事上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我真是为我们家族感到失望。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再过多纠缠江会长，我们后会有期。慢走不送。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虽然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不会暗杀江会长，但已经有很多家族对江会长你虎视眈眈了，有的甚至已经开始行动了。还请江会长和您的手下们好自为之，今日之事就算卖你一个人情了吧。多谢索菲亚小姐提醒。我相信很快江会长就会有回心转意的事，我随时恭候江会长。惺惺作态。令主，您放心，我们一定誓死保护令主大人，绝不松懈。辛苦你们了。江峰，刚刚你说的话再一次让我证明了，我顾高德果然没有看错人。不忘本，这都是学生应该做的。他说你跟他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这是真的吗？这没有的事，就是正常的晚会交流而已。真的吗？真的，我对天发誓。喂，什么？我妈不见了。你们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江峰，今天我们来医院照顾你妈，结果突然冲进来一伙人，不由分说的就要带走你妈。我们想要阻止，结果却直接被暴走了一顿。姐，我们来了。哎呦，是宁妃啊，你怎么来了？姐，这是给您买的一点水果，这不是你生病了吗？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过来照顾照顾，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没事没事，我这儿一切都好，江峰都给我安排好了，弟妹有心了。哎，那江峰呢？他怎么没在这儿？我还想着也看看他呢。现在江峰出息了，我们家也跟着沾光了，以后我们家小宝还得多靠江峰带着点儿。他今天回祖宅去办点事儿，放心，都是一家人，江峰肯定会上心的。那就好，那就好。来，姐，我给你削个橘子。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你们是谁？要对我姐做什么？关你屁事儿！住手！不准动我姐！再动我就跟你们拼命了！滚！两个废物！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姐！江峰，那些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你妈现在一定很危险了。他们走多久了？没多久，现在追应该还来得及。给我查！就算把整个白沙村掘地3尺，也要把我妈给我找出来。是。老师，怎么样？有消息了吗？目前还没有。不过你放心，我已经调集了安全部的所有信息部门，全力协助调查，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好，那辛苦老师了。没事的，阿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最好，我爸已经死了，我不能连我妈也失去了。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干的，我一定要扒了他的皮。怎么样，有消息了吗？令主大人，
有消息了。根据监控，我们在南城公路那边发现了一辆貌似是拐走您母亲的嫌疑车辆，我们正在全力赶往阻拦。好，把定位发给我，我马上到。我跟你一起去。不用，我一个人去就好。这次很明显是冲着我来的，你去我担心也会有危险。你就在家安心等我好消息吧。可，你小心一点啊！别挣扎了，老实点，再动我就不客气了。发现目标，全力阻拦，务必保障令主大人母亲的安全。是。大人，就是这辆车了。可恶，敢抓我母亲，找死！快保护令主大人！你们到底是谁派来的？你就是江峰吧？想知道，那就回阎王去吧！敢动我江峰的母亲，找死！大人，都解决完了。妈，怎么回事？我妈呢？这怎么会这样？我们分明看到拐走你母亲的车就是这辆啊，可怎么会没人呢？可恶！把这些人都给我带回去审，一定要从这些人的口中问到我妈的下落。遵命。哟，渡边老板，哟西，朋友回来了，我得交给你的任务，你的有没有完成？放心，渡边老板安排的事情交给我尽管放心，但在交人之前，我们得先看看渡边先生的诚意。哦，懂。朋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们夏国人的规矩。好，把人带上来。这就是你们华夏投资总裁的母亲？没错，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很好，只要有了这张底牌，那个华夏的投资总裁还不得对我们乖乖低头认命？他说的那个华夏投资总裁是谁呀？我哪知道，管他呢，反正人给他们就行了。朋友，合作愉快。哎呀，发财了！有了这笔钱，我们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夏国人真蠢。令主，我们的审问有结果了，怎么样？知道是谁干的？根据他们对雇主的形容，我们搜索到幕后主使应该是樱花国福耀社的社长福冈渡边。福耀社为什么听着这么耳熟？这个福耀社就是之前对我们夏国进行经济封锁的幕后参与者之一。后来在令主大人出手，福耀社大量的海外产业都遭遇了暴雷，大量资产流入我大夏，如今只剩下本土的一些企业在苦苦支撑了。所以他确实是奔着我，没想到手段居然这么下作，还敢把注意打到了我父母的头上。现在能找到他们的位置，现在已经初步确定了他们藏匿的地点就在南郊那一块。令主大人放心，他们既然想要威胁你，肯定不会对你母亲轻易动手。我们一旦查到位置，就立即阻止人手救援。辛苦你们了。这么晚了，还有谁找你？喂？哇！我亲爱的总裁朋友，好久不见啊！你是渡边？渡边？我现在就联系人去调查他的位置。没想到江先生还记得我，我还真是荣幸。本来记不得的，
现在想起来，就是你把我妈抓走。哎呀，总裁大人，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我就是请令堂过来喝喝茶而已，顺便想让总裁大人帮我做一件事。就凭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怎么，区区一个手下败将而已，实力不济就抓我母亲相威胁我，你找死是吗？江先生，我可不是在跟你商量，您也不想您的母亲在我这里出现什么意外吧？江峰，江峰，你别管我，这些人都是一群杀人犯，你别管我。妈，你没事吧，妈？哼，令堂现在自然是没事，但如果江总一直不配合的话，那可就不好说了。可恶，这群人也太不是人了！令主大人，我现在就带人过去擒了他们。你到底想干什么？哈哈哈，江先生果然是个聪明人。我的这件事很简单，我们福耀社希望能收购你们大都商会50%的股份。收购？渡边先生怕不是在开玩笑吧？就算股份能够卖给你，就凭你们福阳社如今的资产实力，恐怕连1%都买不到，还想买50%？哈哈哈，江先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花钱买啊？毕竟我手里可有一个比钱还有价值的东西。你，他这是想夺走我华夏的命脉。我给你1晚上的时间考虑，考虑好了就带上我要的东西，然后到南城三角巷，届时自会有人带你来找我。好，记住，千万不要想耍什么花样，也不准你带任何人一起。我知道你们华夏的四方阁最近一直在查探我的行踪，要是让我知道你江先生有其他打算的话，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哈哈哈哈哈！可恶，难道我们四方阁里出了内鬼？难怪他总能先我们一步。江先生，都怪属下治理不力，等我马上回去把内鬼给找出来，然后立马就带人把令堂给救出来。算了，已经来不及了。江峰，这是他们要的股权委托转让协议，大都商会隶属夏国财政部管理，股份转让也必须得经过我手，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老师，没事，救人要紧，都怪我，早应该想到他们会对你的家人下手，如果不是我们疏忽大意，也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可是老师，这个给我了，到时候您怎么办？上面要是怪罪下来，您这可是通奸卖国的重罪啊！没事，上面有什么事都由我担着，商会没了，大不了再起一个。倒是你去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只要有你在，我大夏国就不怕崛起不了。江峰，你去了一定得小心啊，注意安全。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安全的把我妈带回来的。你就是江峰，你们是渡边先生要的东西，你们带了。这东西我要亲手交给渡边。那就先委屈江先生了。もう終戦時に美容枠を。我都来，人带到了。哇哦哇哦哇哦！今天终于有幸见到江先生的真人了，果然是一表人才。少废话，客套话就不用说了。我妈呢？放心，令堂现在很好，这么重要的筹码，我怎么会让他有事呢？那就赶紧把人放了。放人可以，但是在这之前，我要看看我要的东西。不行，一手交人，一手交货。哈哈。江先生，如今你都到这里来了，你觉得你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哼，协议带来了，但是就算你抢过去也没有用，这份协议激活需要输入密码，要是看不到我妈，我就是死，你也别想知道密码。哼，江先生果然心思缜密，不像之前遇到的那些夏国人。妈！妈，你怎么样？没事吧？如何？我没有骗你吧？现在可以让我看看我要的东西了吧？妈，你别担心，我马上就救你出去了。
你要的东西全在这里了。我妈什么时候还给我？江先生，别着急，你既然都说有密码了，自然是等我这边确认无误拿到密码后，就把您母亲还给你。大都商会股权转让，很好。那密码如何解决？很简单，你用手机扫描合同上的二维码，输入密码后，合同自动就会生效。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密码是多少？你先把我母亲还给我，然后我就告诉你密码。反正这里都是你们的人，我也跑不掉。我再警告你一次，你没有跟我讲条件的资格。告诉我密码，我就放人。我劝你不要跟我耍心思。如果人交给你了，你不告诉我密码，我岂不是很被动？还有，我听说您刚刚失去了父亲，是吧？放心，我可是一个很讲信用的人。如果你不希望你母亲也受到什么伤害的话，我劝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否则后果自负。好，我告诉你。很好，江先生果然是聪明人。密码是多少？0527。很好，很好。我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今天，我终于拿到这世界顶尖商会的所有权了。哈哈哈！以后这天下第一的头衔就是我福耀社的啦！哈哈哈！现在可以把我母亲还给我了吧？妈，没事了吗？有我呢。江峰，快跑！他们根本就没打算放过你，快跑！什么？福冈渡边，你不讲信用！信用？商人哪有什么信用？你们夏国人还真是好笑，就算是被奉为神坛一样存在的总裁，也不过如此。而你们夏国只要没了你，也该亡了。你在这里杀了我，你就不怕走不出夏国吗？如果我出现什么意外，整个夏国必将全力通缉你。走？我本来就没打算走啊！什么？实话告诉你吧，我原本是樱花国第一大家族产屋族的候选继承人。当初因为对你们夏国的阻击失败，导致我产屋一族遭受重挫。我不仅被剥去继承人的位置，更是被怀疑与你们大夏有私通。产屋族，日本第一家族。没错，你知不知道被族人怀疑，这是对我多么大的一种羞辱？所以这一次回来，除了帮助我们家族拿到大都商会的所有权外，还有就是向你复仇，并以死明志，自证清白。原来是死士，难怪你这么嚣张。少废话！今天我就要帮我们产屋一族彻底消除后患，给我杀了他！江峰，你快跑，我来拦住他们！妈，别！妈，放心，今天我们谁都不会死。你们今天跑不掉的。很好，有救了。什么？果然不堪一击，把他们都带下去。什么？这怎么可能？你们华夏的四方阁明明在我的监视之下，一举一动我都知道的清清楚楚，怎么可能来这么快？谁说是四方阁的人了？江峰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我的一位朋友，好巧不巧，也是一个大家族的人物。索菲亚，你来的真及时，再晚来一步我就没了。大家族，这位索菲亚小姐，今天这里是我跟江先生的一些私事，还望您不要插手。日后我们产屋一族必有重谢。产屋族什么破玩意儿？就凭你们也配称为樱花国第一家族？对不起，今天江峰你杀不了，他的命是我的。我们可是大樱花国公认的顶尖家族，敢侮辱我产房一族，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公认？我想想，我记得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在你们樱花国好像也有个分族，不知道他们在你们那儿排第几啊？什么？柴斯米尔德？那可是樱花国传闻中的地下龙头，虽然平常行事极为低调，但是论实力远超我们这些明面上的大家扯上关系。渡边先生，看来今天要让你失望了。如今这情形对我不利，看样子是没法杀掉江峰了。不过也罢，至少
好，江峰，这次就暂且留你一命。但是你别忘了，如今整个大都商会都已经是我产物一族的了。就算你死不了，也早已没有了与我们大樱花国抗衡的资本了。你们夏国就是一堆垃圾！哈哈哈！谁说的？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你什么意思？莫西莫西，我服药社被收购了，这怎么可能？不，这绝对不可能！什么？是大都商会？难道不应该是他们被我们？是，我知道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明明是我们收购了你们大都商会，为什么最后被收购的却是我们？是你太蠢了，想做一份假的收购，对我来说还不简单。假的？可我明明看到股份转让成功了，难道那个二维码有问题？会长大人，冬草你也来了，辛苦了。都是大人思虑周到，冬草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喂，冬草，帮我伪造一份商会的转让协议，记住，要让他们吃点苦头。喂，索菲亚，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这是赤裸裸的诈骗！哈哈，这就叫做礼尚往来嘛。所以以后不要什么二维码都扫，否则小心人财两空。好了吗？我们走。哎，这就走了？这人刚刚想杀你，你就这么放过他了？无妨，他如今偷鸡不成蚀把米，已经很难跟他家族交代了。比起我杀，他们家族的惩罚恐怕要更恐怖一点。你的事儿我都已经听邢华说了，做得好，不愧是你啊！面对这种情况，居然都能这么缜密，临危不惧。我们大夏有你，简直就是福音啊！老师过奖了。江先生，别这么谦虚，如此暗度陈仓，你的手段就连我也不得不佩服。我现在真是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那还不是多亏了你的配合，不然我也早死在哪儿了。这次多谢索菲亚小姐了，我夏国日后必有重谢。多谢索菲亚小姐。多谢索菲亚小姐。不用谢，只怪江先生的条件太诱人了，是吧，江先生？是。啊！什么条件？你们可以问问江总自己啊。江峰，他说的条件是什么啊？索菲亚，3天后要比试什么你定，我江峰绝不食言。比试？很好，江先生果然是守信之人。那3天之后，我在帝豪大厦等你。江峰，他说的比试是什么比试？对啊，江峰，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没什么事，我们先回家，回家说吧。回家？可我们家不是在……妈，以后这里也是咱的家。江峰，你快跟妈说说，你到底答应那个外国女人什么了？是啊，江峰，你快急死我了。也没啥，就是答应跟她进行一场小比赛，只要我赢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那万一要是输了呢？万一输了，那我就免费给他们打10年工。什么？什么？给他们免费打10年工？那岂不是卖身？卖身？哎呀，也不是免费，肯定多少还是有的赚，而且我也不一定会输嘛。江峰，你可想清楚啊！这先不说是不是免费，10年啊，你真要丢下李念晴和你妈，又是一走了之吗？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没怎么团聚呢。哎，而且以他们家族的手段，10年后你能不能回来还不好说，搞不好终生都留在那边了。江峰哥，他说的是真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不要你去，我不想让你离开我。是啊，江峰，这事儿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江峰，这件事你别管了，他们家族我会去说的，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会保你下来。好了，老师、妈、念晴，你们别担心，我心里有数。人家毕竟救了我们，我答应别人的肯定不能失误，否则传出去之后，我们大都商会还怎么做生意？况且为了念晴，为了我妈，我也绝对不会轻易就输给他们的。放心。都怪我，要不是我，
你也不会摊上这么多麻烦。哎呀，妈，你说什么呢？幸好有你在，不然的话，儿子做这么多还有什么意义？你们啊，这2天就都歇着点吧，这件事儿我会处理好的。好了，我也累了，我回屋休息休息去。这孩子还是那么懂事儿，什么事儿都自己扛。我一个人来就好了，你不用跟着的。不行，这次我必须陪着你，有什么事儿咱俩一起面对。放心，我也不会让你失望的。江先生，你终于来了，还带着个农村女人，看来你们夏国人还是有胆量的。索菲亚，我答应你的事我会做到，希望一会儿你也能遵守。江峰，江先生居然这么自信自己一定会赢。放心，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最看重的就是信誉，只要你赢了，我们定然不会为难你。好了，赶紧说想比什么吧。别着急，在比试之前，我还有个要求，放心，不会太过分。你说，如果我赢了的话，你不仅要跟我回去10年，我还要你娶我为妻。什么？不行，这不可能！江峰先生，你确定不考虑一下吗？论美貌，论才智，论实力，我都不比这个农村女人差。我到底哪里达不到你的要求了？对，你是很优秀，没错。或许你是这世界上很多男人的梦中情人，但是我江峰这辈子只认我老婆一个人。江峰，你可考虑好了，如果你输了，你可能10年都没办法回来。你能保证到时候这个女人不变心吗？江峰，不管多少年，我都会等你。放心，我绝对不可能会输的。好，很好。既然江先生这么自信，那我也不耽误时间了。这位是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最厉害的操盘手，今天由他来做你的对手。操盘手，所以今天咱们要比的就是模拟操盘了。不是模拟，而是实操，限时2个小时，根据自所操盘的最后的实际收益定胜负。这就是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跟你们大都商会的战争。什么实操？早就听闻江先生享誉全球的盛名，如今终于有机会跟你一较高下，就让我看看，究竟是你这个传说中的商业奇才名不虚传，还是我这个默默无名的打工人更胜一筹。江峰，怎么了？很难吗？难。如果是虚拟操盘的话，大家的初始资金一样，比的是谁的操盘手段更胜一筹。但如果是实操，那比的就不仅仅是个人能力，还有我们每个人背后的资金实力。但他们柴斯米尔德家族号称世界银行，资金实力远超我们大都商会。那这岂不是很不公平？这世界本来就没那么多公平，江先生，别忘了，说让我定比什么的可是你说的。当然，你要是觉得胜算渺茫，也可以直接选择投降，我们大家也就不用浪费这个时间了。江峰，那现在怎么办？没办法，只能放手一搏了。冬草，接下来的2个小时内，我需要大都商会全部的资金支持。这次的比试，或许牵扯的不仅仅是大都商会，而是整个项目。准备好了吗？时间紧迫啊！好了，我们开始吧。都准备好了吗？好，那比赛正式开始。江先生，你死定了！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的资金实力可是远超你们大都商会，不管你想要那个盘，我都在你之前打下来。这一次，我要你1分钱也赚不到。江先生，如此情况下，你居然还敢重仓拉高，简直就是找死！看我给你砸下来！不好了，江峰，他好像一直在落哎。别着急，这才刚刚开始。哼，想声东击西，妄想！我不会给你一丝希望的。快看，这里好多股票都在疯狂涨落，这是发生什么了？看来这又有大户开始斗争了，整体的指数已经在下跌了，大家快别买了，别被割了韭菜啊！江先生有点实力，知道资金差距比较大，所以选择跟我打游击战。但是你太低估我们柴斯米德尔家族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所有的棋子终将白费。看来这场游戏很快就会有结果。
跟我们比消耗，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的实力，单靠你们一个小小的大都商会，根本就是在以卵击石。就快结束了，江先生，你现在手里的盈利恐怕还补不上你的消耗了。照这样亏下去，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江峰，这可怎么办啊？咱们现在太被动了，迟早会输的。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想怎么做？拔毛卸甲，破釜沉舟。干嘛？江先生，你是疯了吗？你打算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最后收场了吗？本来你打游击战多少可能还赚点，但如今你居然想跟我们正面硬刚，简直就是找死。没错，以我们的资金实力，你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怎么，不行吗？夜郎自大。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看看谁笑到最后吧。他是想卡时间，快，别让他得逞。放心，他成功不了的。哈哈哈哈！看来你们夏国的传奇人物也不过如此。虽然有些实力，但是在我柴斯米尔德家族面前，实在是不堪一击呀。精彩，不愧是江先生。如果不是我们家族资金实力过于庞大的话，说不定还真被你牵着鼻子走了。愿赌服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柴斯米尔德家族的人了。现在你真不考虑做我的男人吗？江峰，我不能离开你。怎么，江先生现在是想反悔了吗？结果还没出来，胜负还未揭晓，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输？这还用说？整个比试过程，我们都亲眼看到你处处被压制，没有一户是真正做到盈利了的。而我们只需要略微出手，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别废话了，直接公布结果，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好，那我就让你输得心口服，明明白白。公布最后的结果，2000亿，我们赢定。8万亿，这怎么可能？8万亿，这怎么可能？整个比试过程分明一直是我压你们一头，这8万亿，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盈利？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不可能！你所有的大额交易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的盈利收入？我们却没发现。谁说一定非要是大额交易才能有收入？而且居然全是都散户，难怪我们没有注意。可这些明明都是小户，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带来这么高的收益。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要不仔细看看我操盘的那几只股票，看看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些都是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旗下的海外板块。原来你一早就开始设计了。没错，既然是实战，那就没限制说我不能买你们的股票，我大都商会也不能买你们家族的对手。所以从比赛一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分散小户去买你们旗下的份额，然后你再正面造势，不仅吸引掉我们的注意力和主攻火力，顺便营造出我们看好的假象，拉高我们的增值，然后坐收渔翁之利。聪明，不愧是大家族的小姐，一点就透。说起来，现在我手里的股份加起来也应该有个10%了，也算是你们家族的一个小股东了吧？江峰，所以是咱们赢了，对吗？没错，我怎么会让你失望呢？很好，不愧是江先生，让我再一次见识了你如此高超的手段。但是你该不会以为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的股份就这么好拿吧？索菲亚，你既然选择实操，那就应该知道，商场如战场，任何时候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现在我赢了，你应该遵守约定，放我们离开了。你们要干嘛？不要过来！这可是在夏国。恭喜江先生，从今往后就是我柴斯米德家族的一员了。索菲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放心，我会遵守诺言放你们离开，但是我绝不能允许一个外人拥有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这么多的股份，所以只要你收下这枚代表与我柴斯米尔德家族合作的徽章。这没有强迫，你拿下后不受我们家族任何限制，而且必要时候还能够保护你的安全。顺便我回去也有交代。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请便。大小姐，这样就放他走，而且还给他家族徽章，是不是不太妥？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这样一个优秀而且有担当的男人，即便不能收服，那也绝对不能成为敌人。或许以后他会成为我们唯一的希望。江枫念青，怎么样？赢了吗？赢了，阿姨。这
真的吗？好小子，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你。妈，念晴，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再分开了。不用分开好，不用分开好。哎，不对，念晴，你现在还管我姐叫阿姨呢，还不改口？念晴，你愿意嫁给我吗？愿意，我愿意。恭喜恭喜！今天是我这5年来最高兴的一天，儿子回来了，儿媳妇也有了。老头子，你在天上看见了没？妈，以后每一天都会是好日子的。江峰，这次你不仅化解了危机，还拿到了柴斯米尔德家族的股份，这对咱们夏国来说意义重大。江峰，等咱们办完婚礼，我想带你回学校看看。好，我答应你。喂，会长，出事了，有人在大量收购咱们商会下属企业的股票，手法很隐蔽，但规模不小。我知道了，明天一早我去处理。会长，您来了，情况怎么样？很不好，短短3天，对方已收购了7家企业超过15%的股份。会长，资金来自海外，经过多层转账，很难查到源头。对方很有针对性。东草，继续追查。徐会长，查查最近有什么境外资金接触过。是。会是谁呢？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请你们离开！我们想见你们会长。我就是会长。我们老板让我带句话，属于别人的东西，迟早要还回来。什么意思？你会明白的。我们走。会长，这些人，派人盯着他们。是。会长，资金源头查到了，是离岸账户，很难追踪最终受益人。这种手法很专业，不排除有内验的可能。内验？对方对商会结构非常了解。从现在起，所有重要决策只有我们3人知道。是。喂，会长，派去跟踪的人失联了。什么？徐会长，你在原地等着，我派人过去。邢华，带人去工业园区，我们的2个保镖失联了。是，令主大人放心。会长，对方收购速度加快了，再这样下去，1周后他们能拿到20%的股份。启动反收购，用商会的储备资金。可是会长，这样会消耗大量。没有万一，商会不能。是。喂，江会长，我想跟你做笔交易。怎么样了？对方很狡猾。先喝口汤。谢谢妈。儿子，再难的事儿，一步一步来，总能解决。妈，您说的对。喂，会长，资金源头指向了一个人，李胜。你说什么？我爸怎么了？江峰，到底怎么了？我爸出什么事了？念强，你爸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没有啊，他最近在家待着。没什么，我明天去看看他。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你先在家陪妈。这件事不能让念青全讲。江峰来了，快坐。阿姨，我找叔叔有点事。好，我出去买菜。叔叔，您最近是不是跟一个神秘账户有资金往来？你怎么知道的？所以是真的。是，但我不是故意的。怎么回事？几天前，你是？有人让我给您带个话，回答几个问题，200万就是您的。什么问题？关于江峰先生，比如他的行踪，他母亲的情况。
叔叔，您糊涂啊！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问什么了？你的行踪，还有你母亲的情况。我母亲？我就说你母亲身体不好，住在医院。叔叔，不要再跟他们联系，剩下的事我来处理。记住我说的话。会长，跟李胜先生谈过了，他是被利用。对方问了我母亲的情况，令堂，我立刻加派人手保护。去吧，不要让我母亲离开你们的视线。是。对方说要给您3天时间考虑。我知道。冬草，帮我约索菲亚。您怀疑是柴斯米尔德家族的对手？很有可能。江先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有人在大量收购我商会的股份，逼我交出你们家族的股份。查到是谁了吗？还没有，但我怀疑目标是你们柴斯米尔德家族。你说的对，欧洲有几个老牌家族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这件事依你们而起，你得帮我。你想怎么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根据我们的情报，对方在欧洲的主要产业是能源和金融。我们要在这2个领域给他们致命一击。会长，我们在欧洲的影响力有限，所以需要集中所有力量。我们柴斯米尔德家族会全力配合。好，开始准备。是。这场仗只能赢不能输。事情有进展了。正在准备反击。先吃饭，别饿着。谢谢妈。江峰，妈想回白沙村看看你爸。好，我陪您去。我也去。好，一起去。爸，您看到了吗？老头子，我来看你了。儿子出息了，还给你找了个好儿媳。爸，儿子不孝，以后我会好好照顾妈，照顾念情。叔叔，我会跟江峰一起孝顺阿姨。好了，走吧。江峰，你们要走了？村长，我们回去还有事。好，有空常回来看看。会的，这里永远是我的家。江先生，你确定要这么做？我从来不开玩笑。你真是个疯子。不疯魔不成活。冬草，准备好了吗？会长，准备好了。我们这边也准备好了。好，开始。继续加仓，不要停。喂，肖会长，您这是在宣战？是你们先挑起的。会长，对方开始撤退了。继续施压。解决了，暂时告一段落。那就好。江峰，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妈，您说。我想回白沙村住几天，陪陪你爸。好，我送您去。我也陪妈去。好。会长，对方的收购已完全停止，股份恢复正常。好，江峰，我有个好消息。老师，什么好消息？上面已批准，你的案底被彻底撤销了。真的？真的，你为国家做的贡献，上面都看在眼里。老师，谢谢你，是你自己争气。会长，恭喜您。走，今天我请客。念情，之前太仓促了，今天我想正式向你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妈，谢谢你。傻孩子，妈高兴还来不及呢。江峰，你想过以后吗？等事情都稳定了，我想带你和妈出去走走。那我要去很多地方。好，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去。婚礼什么时候办？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就办。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的妻子。
谁说要嫁给你了？你不嫁给我，还能嫁给谁？爸，明天我就要结婚了，您没能看到这一天，但我知道您在天上会祝福我们。爸，这是您最爱喝的酒，儿子敬您。爸，是您在回应我吗？爸，我走了，明天我会带着念晴来看你。江峰，恭喜恭喜！谢谢村长。江峰，念晴，我来接你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李成送入洞房。老头子，你看到了吗？妈，谢谢你。好孩子，妈相信你。江峰，我有点紧张。别紧张，有我在。你说咱们以后会一直这样幸福吗？会的，不管遇到什么，我都会陪在你身边。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这辈子都不会丢。你还留着？一直都留着。江峰，我爱你。我也爱你。念晴，多走动走动。妈，我知道了。念晴，有你的快递。什么呀？大学录取通知书。什么？你当年没能跟我一起上大学，现在机会来了。江峰，我说过，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啦，别哭了，对孩子不好。念晴，你说咱们的孩子叫什么名字？我想好了，如果是男孩就叫江念，如果是女孩就叫江恩。为什么？因为我要让他知道，他爸爸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念晴，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等我，谢谢你相信我，谢谢你嫁给我。傻瓜。爸，您听到了吗？您要当爷爷了。爸说他很高兴。